恭喜發財！新一年咧喺度祝各位車迷事事如意，福杯滿溢。嗰間 PU 廠咧都馬力十足，快啲就梗係一馬當先啦。咁 F1 咧分別喺上星期同埋今個星期喺巴林進行咗兩個，都係1連3日嘅季前測試。上星期 F1 咧包括皇恩浩蕩喺測試最尾1個鐘，終於咧有直播俾大家睇，大家終於可以睇到今季 F1 喺賽道嘅英姿。我哋就觀察到賽車有唔少潛在問題，咁我哋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下各種26年賽車有機會出現嘅潛在問題。現時睇落，賽車由比賽起步、由入彎剎車到出彎大直路，都有好多問題仍然未解決。我哋又會睇下嗰支車隊之間係點樣各懷鬼胎，同大家分析一下，窺探新一年嘅 F1 究竟係問題多多啊？但其實我哋應該相信車隊同埋 FIA 嘅能力啦。我係阿 Ken，歡迎嚟到 F1 9 Up。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政治角力，我哋都會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埋車手之間嘅真實發言。而喺休季期間，我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唔同有關 F1 嘅資訊。如果你想睇比直播畫面更深一層嘅 F1，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咁我哋就 Let's go！喺大家有眼得見喺現場直播度睇到今季賽車點樣運行之後，立即就見到多個問題，首先就係起步嘅問題。我哋喺網上見到有條片，就係當一眾賽車進行模擬起步嗰陣，多部賽車喺5盞紅燈熄咗之後，都仍然停咗喺度，而其他成功起步嘅賽車就需要爬頭練習咁樣咧就還可以，但係如果真係比賽都係咁樣嘅情況，就十分之危險。咁點解會咁呢？因為今年嘅賽車起步程序一句講晒，極度複雜。奧迪車手波特列圖就咁樣講翻成個起步程序。哇，大佬真係超複雜呀！係啊，首先要搞10秒，跟住又要5秒，我嗰陣已經唔知數到邊，跟住等個引擎轉數上嚟，又要入波又要入空波，跟住先放極力子，成件事都幾混亂。其實而家要做到一個完美起步，需要同時處理多個互相抵觸嘅條件，包括喺起步之前要用10秒一直將引擎留喺高轉，利用引擎嘅死氣嚟到拉高渦輪轉數，減少 turbo lag， 但係同一時間又要避免電池過度充電。但係真係鬆極力子起步嗰下，又唔可以太高轉數嗰陣鬆，否則尾胎就會刨地下 wheel spin 影響加速。咁車手就要鬆油啦。不過如果太早鬆油咧，渦輪轉數就跌翻落嚟，所以車手又入住空波，保住渦輪嘅轉數。大家鬆一鬆咧，就要再入一波，再吊住極力子，睇下幾時真係起步。期間據講仲要留意住電池叉電情況，唔好過度充電添啊。加上因為賽例規定 MGUK 要喺賽車時速50公里以上先出到嚟做嘢，加埋，直到以上操作對於起步嚟講超級重要。咁就令到起步咁多意外咯。其實講到底，最終原因就係因為今代賽車取消咗 MGUH， 呢個係一個將渦輪能量轉化做電能嘅裝置。要再解釋落咧，首先要簡介一下渦輪係做啲乜噶。渦輪咧係一個利用引擎廢氣嚟到推動熱端葉片，從而令到冷端進氣方面都能夠透過增加空氣進入引擎，從而加強引擎效能嘅一個裝置。大家可以想象呢啲大功率嘅渦輪可能扇葉大啲啊，重啲啦，就可能需要一個引擎大啲嘅廢氣量嗰陣，先會能夠發揮作用。否則好似我之前嗰部慳油車渦輪咁樣，長期都係做緊嘢幫緊你，但係去到高轉速咧就幫你唔到。咁你覺得F1 賽車成1000匹馬力嘅 PU， 淨係內燃機引擎都講緊500匹左右，會係用緊一隻點樣嘅渦輪呢？咁所以當賽車唔止淨係起步嗰陣，而係喺低速嗰陣，當引擎廢氣未足以令到渦輪進入工作窗口當中嘅次掣，就係 turbo lag 噶啦。而過往 PU 容許 MGUH 嗰陣，除咗供應電力直接落路轆之外， MGUH 仲可以喺唔夠廢氣進入渦輪嗰陣，利用電力保持住渦輪轉數，從而令到引擎長期都係有咁多新鮮空氣入嚟。不過而家就冇咗 MGUH， 就只能夠靠引擎扯高轉，使到額外嘅廢氣推動更加多新鮮空氣進入燃燒室。不論車手 Oscar Piastri 就咁樣睇新車起步啊！我覺得如果22架車一齊起步，而下壓力又比以前少咗幾百點，對我嚟講就好似係一個災難嘅配方。不過當中仲有幾個層面係可以再討論嘅。其實近日圍場有風聲傳出，話多支車隊提出安全疑慮，
想改起步步驟。雖然據悉嘅現時未有咩確實嘅方案聽到，包括咧可能係唔准長時間維持高轉數，或者規定起步前嘅轉數窗口改燈號，又或者例如延長燈號準備時間，甚至容許賽車慢過50公里就可以放電。而麥萊倫領隊 Andrea Stella 就咁講：我哋需要確保起跑程序可以俾所有賽車嘅動力單元都準備到起跑，因為起步格唔係你想睇到啲車行得好慢嘅地方，安全比競爭更重要。所以我認為所有車隊同 FIA 喺起步程序上都應該展現責任感。咁講得第二句啊，你就知道唔係隊隊都撐啦。據到 Race 報道指出，法拉利咧就表示反對，因為其實法拉利一早喺上年就提醒過其他車隊，但係問題咧當時係未獲正視。各隊都喺設計 PU 嗰陣一早就知道呢個渦輪次制帶嚟嘅技術挑戰。其實唔好話佢哋啊，我哋諗到啦。法拉利認為如果其他賽車起步嘅時候搞唔掂嘅話，係佢哋自己嘅事。佢哋設計冇諗過，就應該要承擔自己嘅後果。而法拉利好可能一早已經解決咗呢個技術難關，所以先可以咁串嘴啊。而平治車手羅素亦都提出相關嘅觀察。我睇法拉利好似可以用高啲波段，令我覺得佢哋個渦輪同其他廠比可能細啲，所以可能佢哋起步會容易少少。其實講到尾呢啲都係 F1 場外政治技術一個經常出現嘅爭拗點。當大部分車隊都未搞掂好一樣嗰陣，就會拎啲安全啊、錢啊或者其他嘢嚟講，希望就少數服從多數，要求去改例，令到就唔好有特別一支車隊或者勢力有特別嘅優勢。而企喺法拉利呢個角度，如果我 PU 我已經自己有個優勢喺度，我梗係唔會想放棄個優勢啦。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其他隊人多勢眾，改例嘅機會都幾大下。而喺今個星期 F1 季前測試 ，F1 喺星期三當日嘅練習完結之前，試用個新嘅起步程序。首先就做到個輪胎圈，等啲車翻晒起步格，就有5秒嘅藍燈起跑前提示，提啲車手要拉高渦輪轉數，先會出一個正常嘅5盞紅燈一熄。而我以直播睇到其中就至少10部車有參與，全部車都順利起到步。不過就見到啲車手刨胎或者個尾甩咗，起步起得差少少。不過其實我諗平時比賽都係咁噶啦。據悉FIA 就會繼續評估點改呢個起步程序，以確保各個車手安全。仲有其實 F1 當中仲有一個討論嘅，就係起步嗰陣應唔應該用下壓力較低嘅直路模式。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啦，26年嘅賽車係有彎道模式同埋直路模式。不過暫時係未見到任何公開文件，有任何嘅實際例子講賽車賽道上面嘅直線模式同埋彎道模式會點樣設定，更加未有賽車會喺邊度有電能爬頭模式啟用同埋偵察點嘅位置。呢啲不確定性就延伸咗啲討論，就係起點大直路都幾明顯會係一個直線模式可以用嘅地方。不過起步陣並未用呢樣嘢因為未有定案，所以都引起咗一啲討論。咁首先呢樣嘢，我覺得自己有2點啦。其實點會而家都未決定啊？感覺呢件事就好唔 F1，有少少好似煮飯仔咁樣，煮到埋你先再拗再諗咁樣。跟住我哋睇翻實際層面啦。如果起步嘅時候咁混亂，如果容許賽車用個低啲下壓力嘅模式，其實都幾牙煙下。就算以前嘅 DRS 都唔會第一個圈就俾你開啦，係嘛？至少第2個圈先俾你開。其實呢啲嘢真係常識級數啦，喂！早喺今年規例一發佈嗰陣，當大家見到主要目的就係要達至電能同埋引擎輸出由之前嘅60:36去到而家嘅50:50。當時已經有好多討論，話覺得呢個規例會令到車手要做多好多動作去管理賽車嘅電量。另外相信大家仲記得喺上年嘅季中前後，曾經傳出過話平治喺引擎模擬當中 PU 系統喺 Monza 長直路嘅中段就已經用晒所有嘅電能，即係去到大直路嘅中段就已經只能夠靠內燃機嘅引擎輸出。簡單嚟講，架車即係得翻1半嘅馬力。當時呢個消息令到好多車迷都好擔心，賽車要經常充電，啲電又勁快用晒。咁睇比賽係咁見到車手碌車，去到而家我哋睇翻件事，當然啦，件事就往往就唔會有想象中咁差。但係又唔可以話車隊喺研發能量管理系統真係咁成熟，所以據報車手都要做好多嘢喺賽事當中管理賽車嘅電能。Haas 車手 Bamon 就咁講。最煩嘅肯定係能量管理，仲有斷電、clipping 呢啲情況，比起前一代賽車，而家要顧嘅嘢真係多咗好多。不過而家賽車更加
依賴電能，而唔係舊款動力單元，其實都預咗會咁。只不過當你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受到呢種變化時，難免會有少少失落，都係其中一種改變，冇法子。其實今年賽車嘅電能管理真係連聽啊都會令人感到頭痕。賽車咧會喺以下4個情況下叉電。第一咧就係剎車嗰陣，將部分剎車動能轉化入電池。第二就係賽車可以喺彎道嘅時候，車手可以透過踩多啲油，令到內燃機引擎輸出多過賽車當刻喐動所需要嘅。剩低咧就會插入電池度。其實呢個係幾有趣嘅，因為車手好有可能要喺軚盤上設定，而要調節幾多能量落轆，幾多咧係插入電池。第三係提早縮油，如果車手想減低縮油帶嚟對速度嘅影響，一般咧都會選擇喺高速路段做呢件事，即係當你喺大直路嗰度未到剎車區就先行縮油，但係咧就唔踩剎車住，等部車繼續碌一碌，期間賽車部分動能就會插入電池，即係之前都有嘅 lift and coast 縮油碌車。最後第四樣就係當車手踩盡 100% 全油門嗰陣，就可以叉電入電池。我諗就好似起步啲賽車谷渦輪轉數咁樣，唔知大家聽完咧係咪真係好頭痕呢？其實唔知我哋連7屆世界冠軍都大嗌救命，真係黐線咁複雜呀！我之前開會坐咗喺度同啲工程師傾，感覺好似要有個學位先會明白得晒，我唔覺得會有車迷明白嘅，真係超複雜。咁之後咧，佢就講到電能管理對今年比賽嘅重要性啦。能量管理將會成為關鍵，邊一隊最掌握到電能部署，邊個車手喺呢方面做得最好。所以呢個咁複雜嘅技術，好有可能成為比賽期間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技能，將會係今年 Racecraft 比賽技巧入邊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我哋可以睇下呢個 Audi 嘅車載鏡頭，本身咧侯根堡揸住部車做一個慢圈叉電，見到喺巴林尾彎軚盤咧顯示賽車差唔多叉滿電，準備開始一個新嘅圈。咁我哋繼續睇咯。之後咧就喺巴林嘅終點大直路見到啲電1格、2格、3格不斷係咁少，賽車啱啱過終點線咋，啲電咧就用晒啦。跟住咧見到引擎轉數喺直路期間都跌咗落嚟。咁好明顯咧，因為電力冇咗啦，所以咧個阻力就大咗，轉數咧就隨之而減少啊！呢啲都係印證咗喺今年嘅 F1，除咗車隊需要喺賽車嘅能量管理、軟件同埋硬件下苦功之外，如果唔係一眾車手，就唔需要上由各支車隊為各自車手舉辦嘅堂啦。餡嘢就唔會話坐咗成日同工程師傾啦。而喺巴林第一個季前測試，唔少車隊就相當注視韋斯塔本嘅揸法喎。據悉韋少咧會透過剎車區域減速嘅時候提早落波，令到賽車喺剎車嗰陣用一條高啲嘅轉數，從而令到呢啲轉數產生更加多嘅電力插入電池。例如喺巴林最難搞嘅10號彎，咁呢個彎有咩咁難搞呢？因為入呢個彎，車手要需要一路剎車一路轉向，所以好考車手隻左腳點樣控制賽車嘅前後平衡，唔好鎖頭轆或者甩尾。當其他車手主要都係用2波嚟過彎，佢咧就用1波喎。咁我哋可以睇翻喺第3日佢同咸美頓對比嘅車載數據，我哋可以睇下佢喺8號同埋10號彎睇到紅色線嘅餡爺咧就遲啲落波，同埋咧只會落到2波，而早啲落波同埋會落到1波嘅韋少，睇佢啲引擎轉數咧都係高一截噶。之後咧就有唔少消息傳出話，其他車手都打算仿效呢個揸法，睇下會唔會令到賽車可以有更加位置叉電得嚟，又唔會犧牲太多速度，損失太多時間。不過咧針冇兩頭利，呢個方法咧都有佢嘅問題噶，因為如果車手過早落波，就會令到尾轆嘅速度咧非常之唔平衡，導致甩尾失控。而呢個咧正正係今季嘅核心啊！試下點樣喺少啲成本嘅情況下充電，充電之後又睇下點樣用翻出嚟，唔好嘥咗佢。咁最後咧就講下車手點睇啦。呢個新嘅 PU 規例，相信大家都估唔到，車手嘅咁多地方有需要操作，親身令到賽車叉到電放到電。唔多唔少都覺得賽車越嚟越有電動方程式嘅感覺。而4屆冠軍韋斯塔本近期就有相關嘅評論，佢就咁講：作為一個車手，我覺得而家架車嘅感覺已經唔似 F1， 反而有啲似加強版電能方程式。以一個純粹中意揸車嘅人嚟講，我最享受嘅係全程地板油去推，但係而家做唔到，因為有太多能量管理。如果單純講駕駛體驗，其實唔算太好玩。作為車手，你每一個操作，無論踩油、收油、轉向，其實都會對能量系統有好大影響。對我嚟講，呢種感覺
已經唔係 F1，我心諗不如去揸 Formula E 算啦，因為佢哋本身就係講求能源效率同能量管理，呢樣先係佢哋嘅核心。不過同一時間，我都明白車隊同引擎項目承受緊嘅壓力，同埋大家對呢個新計劃嘅期待。其實咧佢都好明白成個技術發展嘅目標，不過只係同以前即係傳統意義上嘅賽車已經相去甚遠。不過其實咧 F1 一直都係咁，我又唔覺得上一代引擎例車手可以肆無忌憚咁樣推咁樣踩喎。由輪胎管理、電量幾時充電同埋幾時放電，喺 F1 嘅兩個鐘比賽入邊一直咧都係環環相扣。所以其實呢啲嘢啊喺 F1 已經存在咗超過10年以上。所以啱啱見到有啲人講到25年或者之前呢，就真係零能量管理、零輪胎管理，係咁衝、係咁砌、係咁踩先係真係賽車。我呢就覺得唔好為咗流量呃啲車迷啦。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韋少都係明白賽車要同汽車工業發展靠攏，先會有未來。如果唔係邊有咁多車廠揼錢搞 F1 呢？不過佢自己都覺得咧，喺佢角度都要嘈下、呻下咁樣。不過新任世界冠軍麥倫車手 Lando Norris 就唔係咁睇喎。其實幾好玩，我就幾享受。呢個係一個挑戰，但係對工程師同車手嚟講都係一個非常好同埋有趣嘅挑戰。你要用唔同嘅方式去駕駛、去理解同管理架車嘅各種系統，但我依然可以揸車周圍去比賽、周圍旅行，仲玩得好開心，所以其實冇咩好投訴。跟住咧，佢繼續回應韋少嘅言論，所以係咯，如果佢想退休，佢可以退價。F1 成日都會轉價啦，有時會好揸啲，有時就冇咁好。其實我哋攞住黐線咁高嘅人工揸車，所以講真根本冇咩好投訴。任何車手都可以其他嘢做。其實我聽到呢度咧，只係喺度諗，如果呢兩個人唔係生於呢個世代，可能咧會俾傳媒描寫到係啲咩十冤九仇嘅車手，嗰啲俾人引用嘅講法，勁針鋒相對咯。其實咧佢兩個根本就勁 friend， 而喺我呢個 channel 咧，我都唔會炒呢啲 Netflix 式嘅花生啊，無謂冇意思。呢度咧只會講真嘢，就算真相幾悶都好，我都會盡量同大家分享嘅。而喺呢兩個星期咧，唔少車手都係講到對於新一年賽車嘅感覺，因為賽車民視通道容量大幅減少，車身係更窄，前後翼簡化，達至係減低阻力，所以下壓力咧都連帶減少啊。據講啊，今年賽車最高峰值下壓力同上年相比減少咗25%至30% 左右，加上賽車係輕咗30公斤，喺直播啊都見到賽車喺賽道入邊好容易跣嚟跣去。而夏美頓咧喺上個星期就咁講，車頭車尾都少咗好多下壓力，賽車短咗輕咗，更加容易教車。其實好有趣，我覺得有啲似拉力賽咁樣。我諗我哋而家慢過 GP2 賽車啊，真係有啲似。其實呢句啊慢過 GP2 的確咧令到唔少人將呢句嘢放大。不過其實啊睇翻佢之前之後嘅訪問，睇翻前文後理，其實咧都係啲正面嘅意見嚟。包括啦對佢嚟講，賽車更加容易預料，架車甩甩地，令佢覺得幾好玩。其實啊，我成日覺得以前嘅賽車動態太完美，觀眾咧往往只能夠睇到部賽車喺度行路軌咁樣。反而我覺得咧，如果喺未失控嗰陣，賽車都有啲喺睇電視、睇直播都會見到嘅動態，觀眾咧可以接收到嘅資訊一定咧會更加多、更完整。而佢話部賽車慢，其實咧我就覺得大家唔需要太着重圈速，因為其實啊喺電視咧就唔太睇得出噶。好似2017年嘅氣動力年代，當年啊 Liberty Media 啱啱買咗 FOM 股權翻嚟，有多項宏圖大計，其中一樣嘢就希望做快啲賽車，賽車多咗好多設計空間。車身同埋輪胎都有相應加闊，最尾出嚟咧架車真係好快啊，仲破咗多個場地紀錄，但係出嚟效果就唔好喎。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觀眾睇電視睇網上直播嗰陣，車載鏡頭都好穩定，根本咧就唔會太感受到速度。反而如果鏡頭跳跳地，用個廣角鏡放低啲，可能咧俾到觀眾嘅感受就會勁好多喎。不過咧，我都同大家對比一下，暫時賽車係最快圈速，同上年嘅成績對比一下。喺星期4巴林測試2嘅第2日，最終咧就由 Kimi Antonelli 做出1分32秒點803，排到當天嘅第一。而喺上年嘅巴林測試3日嘅測試，最終由辛斯做出1分29秒點348。如果以咁樣極度粗疏嚟睇咧，即係話暫時今年 F1 測試慢咗3.4秒，我自作參考啦。其實今年 F1 慢咗幾多，可能要真係去到澳洲站排位 Q3 完結之後，先能夠最終作結論。
雖然啱啱講到26年嘅賽車，講到好似好差咁，但其實咧，企喺我哋車迷角度嚟睇，對於賽事欣賞性方面，可能係有增無減。即係話，如果起步嗰陣有啲車唔能夠及時起步，就會令到起步呢下變得極度緊張。如果賽車喺比賽期間需要做能量管理，最終有可能喺我哋畫面上面會睇到啲賽車時快時慢，都係增加不確定性。而賽車變得難揸咗，作為車迷所睇到嘅畫面就會更加多變。我哋可能一睇畫面就知道，唔需要太多解說，有啲透過圈速就可以估到賽車嘅輪胎狀況，就可以睇到邊架車快，邊架車喺度掙扎緊。呢啲睇得到嘅嘢咧，對於車迷嚟講都算係件好事。相信大家有睇開體育比賽都會覺得，除非你係某隊死忠，否則任何一場體育比賽要好睇，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反而畫面點樣呈現嗰啲呢，其實都係重要，但係相對嚟講都係後話啦。如果一場比賽都未開始，大家已經知道一定係邊個贏，咁呢場比賽有乜好睇呢？其實 F1 或者賽車嘅世界嚟講，賽車之間容唔容易爬頭，對於賽事觀賞性就成為咗一樣好重要嘅嘢。但係而家只能夠喺紙上談兵嘅時候，不如我哋又聽下啲 F1 車手係點講啦。法拉利車手陸克萊咧就咁講啊。我唔想太早就有結論，一早講定未來會係點，但係現階段睇嚟，爬頭似乎會比較困難。而佢隊友咸美頓就話唔知喎。我點睇啊？現階段真係未知喎，我冇咩諗法。仲有都係用緊法拉利 PU 嘅哈斯車手奧哥呢就咁講。係啊，我試過爬頭模式，亦都試過跟住其他車，發覺會唔見唔少下壓力。仲好似明顯過之前，不過我哋要繼續留意。我唔想過咗有定論，因為成個系統仲有好多嘢調教同埋改善，先會達到理想效果。不過暫時睇落爬頭會幾困難下。其實仲有唔少車手，包括 Lando 咧，都曾經俾人問到過爬頭嘅問題，但係唔少咧都係話唔知啊，或者澳洲站咪知咯。可能咧能量管理呢個位對於啲車手嚟講實在太過衝擊啦，大家咧都未諗到爬頭呢個問題。不過出得聲嘅車手都係表示不表樂觀，咁咧就令人有啲擔心。而麥勞倫車隊就指出，爬頭嘅機會率好睇車隊點樣管理賽車嘅電能。如果後車能夠喺比賽當中有一個好啲嘅能量管理效能，甚至可以話睇落咧爬頭太容易添。不過咧就有條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喎，呢個係 Isaac Hadjar 啦，你睇下頭盔，隻色係 Isaac Hadjar 嚟嘅，一個紅牛啦，咁啊追緊前邊嘅保達斯，係啊，咁啊呢個好明顯係尾彎啦，巴林尾彎啦，咁啊儲夠電啊，諗住撳埋個爬頭掣，咁啊一路咁去吹啊，見到越嚟越近，越嚟越近嘅，咁啊追到啦，但係咧點知咧去到中間都未到終點線啊，已經冇電啦，咁咪疏縮啦。之後你叫保達斯咧，你見到盞燈喺度閃嘛，保達斯前面架車都係冇電啦，咁啊先過到，咁能夠成功咧入到彎心，咁最終簡單嚟講咧，因為保達斯去到直路尾嗰陣就冇電啦，咁所以咧哈著就成功俾佢先入彎心，預計咧都爬到佢頭，咁但係咧呢下係咪證明咗嚟緊 F1 2026就係鬥邊個冇電先呢？而咁樣嘅比賽會唔會好睇呢？而家咧仲有10幾日就係澳洲站啦，到時咧我就會去到墨爾本同大家一齊睇開季。咁我哋呢個時候就唯有一齊觀望啦。其實咧本身就諗住做翻老本行啊，同大家分析一下測試嘅圈速成績，睇下會唔會可以率先探究到邊支車隊跑出。同時對 Race 亦都有話平治、法拉利同埋麥拿倫分別咧喺第一個星期、第3日差唔多時間都做咗一啲比賽模擬嘅重油練習，而我咧其實都寫定啲程式碼，拎定啲圈速數據裏面同大家分析。但其實咧呢啲時間參考價值咧就偏低。首先咧 Antonelli 就係只係做咗2個胎段，總共28個圈。巴林呢度咧正賽跑57個圈，即係半個比賽距離。跟住咸美頓咧就第3胎段都只係做咗6個圈，夾埋都只係40個圈。同埋上星期對於車隊嚟講咧真係有啲太早啦，因為仲有3日測試啊嘛。所以咧 The Race 都係略帶過講下就算。咁我哋即管睇下呢幾日星期3、星期4、星期5。會唔會咧？之後啲咩數據，我哋下星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度係 F1 9up，我係 Ken，我哋下星期咧再見，拜拜。